我是小来。最近几天，关于苹果最新系统 iOS 26的讨论几乎席卷了整个科技圈。舆论场上，赞美与批评的声音相互交织，形成了非常两极化的对立。一部分用户为它全新的视觉效果和强大的功能而喝彩，另一部分用户则对它带来的不适感和稳定性问题感到失望甚至愤怒。这看起来似乎又是一次常规的毁誉参半的系统更新。但我先给出一个可能有些挑战各位常识的结论： iOS 26的发布，与其说是一次软件更新，不如说是苹果公司发出的一份战略宣言。这份宣言的核心内容只有一个，我们所熟悉的那个以二维平面交互为核心的智能手机时代已经开始走向终结，而所有因此产生的不适、混乱与争议，都只是一个新时代开启时我们必须经历的阵痛。欢迎来到来龙去脉，一个带你抽丝剥茧、探寻事物背后真相的频道。今天我们就来深入剖析苹果为何要进行这次如此激进的变革，它又试图将我们这10亿用户带向一个怎样既陌生又充满想象的未来。要理解这场变革的深度，我们必须先潜入舆论的漩涡中心，去感受那些首批升级用户最真实的体验。从9月15日正式版发布以来，社交媒体上的反馈呈现出一种冰火两重天的撕裂状态，这绝非简单的有人喜欢、有人讨厌可以概括。我们先看那些感到困惑和不满的用户。一位用户在社交媒体上这样写道：我整个后悔更新 iOS 26了，整个超不习惯，而且还害我桌面排版整个要重新用，不然很丑，而且我更新后感觉手机变卡卡的，是只有我这样吗？这段话几乎浓缩了负面反馈的3大核心：对新界面的陌生感，对既有习惯的颠覆，以及对系统性能的疑虑。其中，被苹果命名为 Liquid Glass， 也就是液态玻璃的全新设计语言，成为了争议的焦点。这种设计大量运用了高光、透明和动态反射效果，试图在2维的屏幕上模拟出3维玻璃的质感。然而，这种前卫的设计理念在现实中却遭遇了巨大的挑战。大量的用户反馈，这种高光效果让图标看起来仿佛是倾斜的，在滑动屏幕时会产生一种眩晕感。有人直言满屏玻璃高光闪瞎眼，特别是-1屏的卡片。更严重的情况是，在国外的论坛上，已经有用户发帖称，整个 iOS 26都是一场视觉噩梦，因为它诱发了自己的视觉疲劳，甚至头晕。这种不适感，本质上是人脑与数字界面长期形成的默契被打破后产生的应激反应。过去10几年，从 iOS 7确立扁平化设计以来，我们的视觉和大脑已经习惯了一套稳定、清晰、可预测的交互语言。而 iOS 26的液态玻璃则用一种全新的，甚至可以说是激进的方式，改变了这套语言。它带来的丑哭了、细节惨不忍睹的评价，与其说是纯粹的审美判断，不如说是一种认知习惯被挑战后的情感宣泄。如果说视觉上的冲击还停留在主观感受层面，那么硬件层面的问题则更加具体和实在。一位 iPhone 16 Pro 的用户反馈，升级之后光线感应器直接失灵，导致手机在白天无法自动调亮屏幕，最终只能选择换机。另一位用户则抱怨系统卡顿和部分功能失效，并决绝地表示以后再也不第一时间升级新系统了。这种现象非常值得玩味，它打破了我们通常认为新系统在新硬件上表现最好的惯性认知。这背后微妙的原因，我们稍后会进行更深度的剖析。然而，就在一片疑虑之中，另一部分用户却仿佛置身于另一个平行世界，他们对 iOS 26的赞美之词几乎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其中，空间照片和视频功能获得了压倒性的好评。许多用户在分享自己拍摄的空间视频时，都用上了酷炫啊，吓到也太立体了吧，跟 Vision Pro 差不多这样的惊叹。一位自称敢死队的用户甚至直接录制了屏幕，向人们展示普通2D 照片一键转换为3D 空间照片的神奇效果。这种体验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看照片，而是进入了一种沉浸于照片的全新维度。同样获得赞誉的还有那些看似小而美的新功能，例如头部追踪辅助功能，
用户可以通过吐舌头来截屏，或者通过眨眼来刷短视频。这种新奇的交互方式，甚至让一些用户在体验时好玩到笑场。而通话实时翻译功能，则被很多有跨国交流需求的用户誉为革命性的工具。它几乎在一夜之间推倒了横亘在人类之间的语言高墙。一位台湾用户也提到，通话筛选功能让他一秒有感，极大地提升了日常沟通的效率。更有意思的是，性能方面的反馈与那些抱怨卡顿的用户形成鲜明对比。一位使用 iPhone 13 mini 这种老款机型的用户兴奋地表示，升到 iOS 26意外地很流畅。另一位用户也证实，本以为液态玻璃会非常消耗性能，结果 UI 反应好像变快了。这种诡异的现象让整个 iOS 26的真实面目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纯粹的产品设计和工程质量问题。喜欢它的人是享受了新技术红利的尝鲜者，感到困扰的人是遭遇了技术变革阵痛的受害者。但如果我们把镜头拉远，会发现这背后是一场深刻的战略转型。这盘大棋的关键并不在于苹果这次的品控是好是坏，而在于苹果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必然会引发巨大争议的，甚至可以说是挑战用户习惯的决策。要看懂这个局，我们可以分几个层次来剖析。最直接的动因是苹果对下一代计算平台的布局，但在这之下还埋着一条关于人机交互范式革命的历史引线。而真正奠定整个格局走向的是苹果试图在即将到来的空间计算时代继续掌握规则制定权的巨大决心。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解构成3个维度。在执行层面，它体现为一场从2维平面到3维空间的认知引导。在战略层面，这反映出苹果试图通过操作系统提前培养用户的空间感，为 Vision Pro 以及后续空间计算设备的普及铺平道路。但追溯到根源，这本质上是2种不同发展哲学的较量，是继续优化存量的成熟的移动计算体验，还是不惜代价去开辟一个全新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增量市场。第一个维度是关于交互界面的演进，一场从扁平世界到玻璃空间的范式转移。我们要理解液态玻璃为何会引发如此大的争议，就必须回顾过去40年图形用户界面的演化史。从施勒帕克研究中心发明的第一个图形界面，到麦金塔电脑的普及，再到 Windows 系统的一统江湖，最后到 iPhone 开启的移动时代，所有主流操作系统的设计都在遵循一个核心原则：在2维的屏幕上，用最清晰、最高效的方式模拟人类熟悉的世界。无论是早期的拟物化设计，用一个文件夹的图标代表一个真实的文件夹，还是后来 iOS 7引领的扁平化设计，用最简洁的色块和线条来传递信息，他们的战场始终是一个2维的 flatland， 一个平坦的大陆。在这片大陆上，用户与机器之间建立了一套稳固的契约。我们知道点击哪里会发生什么，我们的大脑能够瞬间理解屏幕上每一个元素的层级和功能。这套契约的核心是确定性和效率。然而 iOS 26的液态玻璃设计第一次大规模的系统性的引入了一个全新的变量 Z 轴，也就是深度。那些看似闪瞎眼的高光，其实是在模拟光线照射在玻璃上不同深度的曲面所产生的反射。那些让图标看起来倾斜的动态效果，是在模拟当你移动视角时，3维物体会产生的透视变化。苹果正在用一种非常前沿的方式，尝试在2维屏幕这个 flatland 上凿开一扇通往3维 spaceland 的窗户。空间照片、空间视频更是这扇窗户中最具象的风景。这背后的逻辑推演其实非常清晰。既然苹果已经将公司的未来压注在了以 Vision Pro 为代表的空间计算设备上，那么它就必须解决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如何让已经习惯了2维平面操作的10亿用户平滑地过渡到全新的3维空间交互？如果等到 Vision Pro 真正普及那一天再开始教育用户，一切都太晚了。因此，苹果选择了一条更艰难也更具前瞻性的道路，将 iPhone 这个全球最大的移动计算平台变成一个空间计算的模拟训练场。iOS 26
就是这个训练场的第一期课程。它在用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训练你的眼睛去适应深度信息，训练你的大脑去理解空间关系。每一次滑动屏幕时微妙的光影变化，每一次打开应用时仿佛穿透玻璃的层级感，都是在为你未来带上 Vision Pro， 在空中用手势操作悬浮窗口做准备。从这个角度看，那些用户的头晕不适就不仅仅是设计缺陷，而是一种认知重塑过程中的必然反应。就像一个长期在陆地上生活的人，第一次上船时会晕船一样。苹果的判断是，这种短期的不适是为了抵达全新大陆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看起来顺理成章，但恰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那就是苹果战略选择中坚决的一面。他为了未来的战略目标，愿意承担当下用户体验的风险，这在苹果过去的历史中是极为罕见的。这背后是一种深刻的战略远见，这就引出了我们分析的第二个维度：硬件与软件的协同进化。为什么 iPhone 13 mini 这样的老机型反而运行流畅，而最新的 iPhone 16 Pro 却出现了卡顿甚至硬件失灵的问题？传统的解释是 bug 或者优化不到位，但这可能只看到了问题的表象。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是，当硬件性能越来越强大的时候，我们对软件的期待也水涨船高，而这恰恰可能导致一个悖论。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假设， iOS 26在底层的架构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不再是一个单纯为 A 系列芯片优化的移动操作系统，而是开始向一个能够同时驱动移动设备和空间计算设备的混合现实操作系统演变。这意味着系统内部有大量的资源被用来处理那些与空间相关的新任务，比如实时渲染液态玻璃的光影效果，处理空间照片的深度信息，以及为苹果智能提供持续的环境感知能力。这些新任务对芯片的算力，特别是神经网络引擎、NPU 和图形处理单元 GPU 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iPhone 16 Pro 的芯片虽然强大，但它可能正好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它的硬件设计仍然是为前一个代的扁平化操作系统服务的，而 iOS 26强加给它的却是下一个世代的空间化任务。这就好比让一辆顶级的 F1 赛车去跑拉力赛，虽然引擎强劲，但悬挂、轮胎、底盘都无法完美适应全新的赛道，自然会状况百出。相比之下， iPhone 13 mini 这样的老机型，由于硬件性能有限， iOS 26在安装时可能会自动关闭或降级一部分对性能要求极高的液态玻璃特效。用户看到的是一个相对简配但核心功能完整的系统，它卸下了沉重的空间化包袱，在成熟的扁平化任务上自然就显得游刃有余。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老机型更流畅的反常识现象。这背后揭示了一个深刻的趋势，苹果正在通过操作系统引导硬件的代际跃迁。你的 iPhone 16 Pro 或许在跑分上依然是地表最强，但在空间计算这个全新的维度里，它可能只是一个过渡产品。真正的原生代是未来的 iPhone 时期，或者是专门为空间计算设计的全新硬件。iOS 26就是那条清晰的分割线，它用一种非常明确的方式宣告，移动计算的边界正在被拓宽，跟不上空间计算协同能力的硬件，其潜力将无法被完全释放。有了这个基础认知，我们再回头看 iOS 26中的新功能，很多看似矛盾的地方就豁然开朗了。这就带我们进入第三个分析维度，人工智能的角色之变，从显性工具到隐性环境。这次更新中，无论是头部追踪还是实时翻译，它们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核心 Apple Intelligence。 但与业界其他厂商高调宣传大模型参数和能力的路线不同，苹果的人工智能更像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底层能力。它并非一个你可以直接对话的机器人，而是像水和电一样渗透在操作系统的每一个毛孔之中，成为整个系统赖以运转的基础设施。头部追踪的实现意味着你的 iPhone 正在通过前置摄像头实时的低功耗的追踪和理解你的面部姿态。实时翻译的实现意味着你的 iPhone 拥有了强大的端侧语音识别、神经机器翻译和语音合成能力。这些功能之所以让用户感到惊艳，
恰恰是因为他们在后台默默地完成了海量复杂的计算，而呈现给你的只是一个简单自然的结果。这标志着人机交互的一次深刻变革。过去，我们使用手机，是我们作为主体向手机这个客体发出明确的指令。而现在，手机正在变成一个能够实时感知我们状态和环境的智能伙伴。它知道你在看哪里，知道你在说什么语言，甚至未来会知道你的情绪和意图。操作系统正在从一个被动的工具箱进化成一个主动的环境场。这背后是苹果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一场重要布局。在全球科技巨头都在云端疯狂堆砌算力，比偏大模型参数的时候，苹果选择了一条更难的端侧智能路线。它试图将强大的 AI 能力直接封装进你手中的设备里，而不是上传到遥远的服务器。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保护用户隐私，这也是苹果一直以来最核心的品牌承诺。但它面临的挑战也同样巨大，如何在功耗和体积都极其受限的移动设备上实现媲美云端 AI 的智能体验。iOS 26以及它所依赖的新一代芯片，就是苹果给出的答案。这场发生在底层的技术演进，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表面的界面设计之争。它决定了在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与机器的关系将如何被定义。是由一个中心化的云端大脑来控制一切，还是由无数个分布式的端侧智能来赋能个体？这不仅仅是技术路线的选择，更是一种关于权利、隐私和自由的哲学选择。苹果正在用 iOS 26将它的价值观写入代码，推送给全球10亿用户。故事讲到这里，一个清晰的脉络浮出水面。苹果描绘的空间计算和端侧智能的未来固然美好，但它实现这一切的方式却是以挑战当下用户的舒适感，改变他们长期形成的习惯为前提。这在商业上无疑是一次极具魄力的举动。那么，这背后真正的博弈点在哪里？这件事的本质其实是一个关于未来的战略布局。苹果看到单纯依靠 iPhone 的硬件迭代已经很难再创造出指数级的增长神话。智能手机市场已经高度饱和，技术创新也进入了瓶颈期。它必须在下一个革命性的计算平台，也就是空间计算到来之前，建立起足够深的护城河。这条护城河不仅仅是 Vision Pro 这样的硬件设备，更是一个庞大的无缝衔接的软硬件生态，以及最重要的，已经完成了空间化思维启蒙的用户群体。iOS 26就是这场布局未来战役中的关键一环。它是一座桥梁，一座连接着我们熟悉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与未知的空间计算时代的桥梁。而所有的争议，所有的不适，所有的混乱，都是我们作为第一批被引导过桥的人所感受到的颠簸与摇晃。苹果的远见在于，当大部分用户走过这座桥，习惯了对岸的风景之后，那些曾经的抱怨和不适都将被全新的革命性的体验所淹没，成为历史的注脚。而届时，苹果将再次凭借其对软硬件生态的绝对掌控力，成为新时代的领航者。所以，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 iOS 26到底值不值得升级？现在，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更具结构性的答案。这个问题本身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它预设了升级是一个可选项，但从苹果的战略意图来看，这并非一个选择题，而是一个时间题。你不是在选择是否进入空间计算时代，你只是在选择何时开始适应它。如果你是一个对科技充满好奇，愿意拥抱不确定性，并且能够容忍新技术在早期阶段必然存在的种种缺陷的探索者，那么你应该立刻升级。你将付出体验不稳定的代价，但你也将收获第一时间触摸未来的回报。但如果你的手机是你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求绝对稳定的生产力工具，你对现有的使用体验非常满意，并且对所谓的三维交互暂无需求，那么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再等一等，等待后续的小版本更新，修复那些最影响体验的 bug， 等待第三方应用完成适配，等待苹果将这座桥梁修建得更稳固一些。但你要清楚，你只是延缓了过桥的时间，而无法改变桥梁延伸的方向。
因为在科技演进的宏大历史进程中，潮流的方向并不会因为个体的喜好而逆转，最终我们所有人都将被这股浪潮推向对岸。iOS 26所引发的一切，刚好指向了一个深刻的现实：我们与科技的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演变，不再仅仅是我们去选择和定义科技，更是科技在引导和塑造我们。当科技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邀请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交互范式时，我们作为个体是应该积极拥抱这种变革，还是坚守我们已经习惯的确定性？这或许才是 iOS 26留给我们最深刻的思考题。在浪潮面前，我们唯一的选择不是逆流而行，而是学会如何冲浪。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来龙去脉。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有任何自己的见解，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最后，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